中国社会真的会有一天走到和西方一样的吗？跟这个吧，好吧？那你怎么样从小农经济的社会发展出一套现代化的工业化的国家强国，甚至是，这是我觉得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学人呢，他也不断的在探索。以前和我们现在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以前主要是一个宗法制的结构，那现在主要是这种核心小家庭型的结构。我们跟80年代的时候、70年代的人完全不同了。这个普遍的道德素质是滑落的，这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的。就不仅是说，那个执政党里面的那个组成人员是感觉道德素质在滑坡，整个社会的人整体素质都在下降，这个是一个整体的问题。Elke vrijdagavond komt een groep studenten samen in het huis van hun professor. 把这个电话拿起来就行了。电话拿起来还下面不是按钮摁一下。我是花了2个半小时过来的，比我还远。到这儿来1个小时。Het zijn vaak enig kinderen, veelal van buiten de stad, die als talentvolle scholieren een plaats hebben bemachtigd op de prestigieuze Fudan Universiteit in Shanghai. Samen bestuderen zij zin voor zin, karakter voor karakter, de in klassiek Chinees geschreven teksten van Confucius. 没有，从这儿开始念，从这儿。他是强调，在这一段里面就说要这个，治理国家一定要这个学这个，而且对于这个统治者来说要学这个。哦，对于个人来讲，对个人他没这个要求。那他人你看这不学个都是对不知道君子来说。那人不学不知道。我觉得这个都是对君子的要求，而且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这个古今不同的，就是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就是有一部分人永远是下愚，但是对于这些人，这个要管理他们，这个没有说这些下愚这个也要学的。之前的那种呢，因为之前的房产证它是没有。我是觉得我现在考虑，就对我们年轻一代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的话，离婚的话，这个妻子就可以分一半房产。首先是，老问题，就是那个，腐败。现在就完全不能分，政府公权力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因为这个中国古代这些思想家里面的主流，首先他们是要强调一个义的观念，义就是正义的义，强调这个义的观念。这个义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在孔子思想里面，这个义，它就是你处在社会的某一位置上，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处在君的位置上，你就做君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要去，利用你手中的权力去做一些你在这个位置上不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哈，就是中国古代思想里面非常强调的一点是，政府不要太扰民，是不是？不要太扰民的话，就是说你不要，就是说你不要去太过度的来为经济建设来，做一些，比如说像拆迁呐，或者是，像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不要过度的来做这个事情。你们是80后对吧？大家所生活的一般应该是那个江湖时代对吧？这个基本上对于你们来说算是所见识的。
那么说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你这个记忆肯定是比较亲切的，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比方说政府，比方说给你的好处呢，你也是这个感受的比较强烈。如果政府那些不好的呢，你也是感同这个身受这个。那么说更早，比方说邓小平，更不用说这个毛时代，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一方面你这个记忆就是要隔膜一些这个，就是说对你来说只是所闻，就是只是父亲。就说你自己的父亲告诉你那个时代有些什么事情，而那个时代，比方说，我们不经常说那个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嘛，对吧？但是这个话呢，只是对于比方说对于大家只是父辈甚至祖父的时候有这种感受，这个，而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加感受到好像我们党好像很多可能，比方说房价这么高什么之类的，大家感受的就是不好的，对吧？所以说像党的安情比海深，就是以前就是说50年代40-50年代解放前后那个时候，他们对这个党感恩的那种情感，我们现在人是没有的。这个难道不是吗？我先做了一遍咸安的也不对，然后做了一遍聚乙二醇的，然后再做了一遍咸安的。你确定你做出这个结果具有可重复性？做了3次，3次都很奇怪，是按照同一个方向的奇怪，都有点差别。就说这个差别是朝同一个方向的差别，还是朝不同方向的差别？啊？我觉得这相同点是远远大于分歧的。实际上，我觉得我们2个人可能在复旦都属于比较特立独行的那种，但是我们特立独行的方向是一致的。就像比如说现在其实，在那个校园里面，这个食堂里这个饭的浪费的现象其实是很严重的。种粮食是非常辛苦的嘛。然后我男朋友呢，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农村出来的，所以呢，他对这一点的感受非常的深，所以他也是每次都会吃干净这样。你解决掉吧，我不要吃黄瓜。家庭是我的最紧密的一个部分，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跟家庭太疏远了，进入这种城市社会，尤其是这种比较 modern 的城市里面去的话，你又跟家庭保持了很远的这种自我概念。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就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之后，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伦理完全失去、信仰完全空缺的层面。大家也觉得，就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就是文化方面跟精神方面，确实我们经济发展之后，但是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提高，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经济是发展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总之大家都会觉得很失落。为什么很失落呢？就是觉得精神上确实是没有皈依的，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学者就开始想，什么时候什么文化，就说什么思想，在如今这个时代能够成为我们的皈依。斩炊之革，以之炊之麻铜，碟之大具7寸5分寸之1，带5寸25分寸之19。之炊之革，与大弓之麻铜，皆肩服之，皆
是一个什么样的书？这怎么说呢？就是说它其实是中国先民，对当时整个世界，还有就是包括天人的关系，还有制度，还有为人处事，还有寻找生活的意义，各个方面它都会涉及到的一本书。就是中国文明发端初期吧，那些人就是中国的人形成的一些关于整个世界的一些看法的总汇吧。对，所以说，如果说就是说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的话，我觉得，意义就是说，因为我比较相信一句话，就是说你要观察一个事物的话，从它的起源来观察它，是可能是最对你有启发的。因为起源的时候，那个时候，考虑的事情比较少，可以看到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最初他们关注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怎么思考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样形成的一种秩序的话，如果要是用西方的话来说的话，可能是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在最自然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就记载在这个经书里面。这里是那个就是孔林，孔林主要其实是孔子还有他那个整个家族后代的所有的陵墓都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地方。你以前有没有来过？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来，而且我非常的震惊到，就是我没有想到孔氏家族有这么大。因为他70多代孙，然后估计大部分的孔氏后人都还是埋在这里的，然后真的非常震惊，全部都一个大家族就展现在这里。中国其实是没有那种能够传袭很多代的那种贵族家庭，一般的来讲就是跟历史一样，就是有兴兴衰衰的，尤其是一个家族，它很少能流传到，就顶多一个朝代。但是唯有孔氏，估计只有孔子他们这个家庭是一直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代，就是这个家族从来没有断过。好吧，应该就到这里吧。如果你身处在中国，你就会知道，就说中国的政治教本，就说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官员，他们的政治教本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说他们的政治教本，官员每天要讲的，就是学生每天要学的，都是这个东西。然后结果你在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突然又提出一个儒家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和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曾经官方将他们作为严格对立的东西来打压，现在呢，你两方面都用，似乎没有一个圆融的解释，大概就不敢公开的利用。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政府对儒家文化其实采取的是一种默许，而不是公开提倡的态度。
你看，你别说远了，你就看我们这个新中国，就是我们党对于这个干部的这个培养，他的这个要求主要不强调学这个，而是要强调那个，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个基层锻炼，有实践经验这个，也就是要在实践中学习这个。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古人讲这个学，从来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在实践中学习，一定是要向圣人学习的。那党校是干嘛？党校就是将，也是让他们学了。但是党校那个，你说那个学的到底是他的目的是何在？这个？那就是古今就是统治的道不一样嘛。我觉得以前学圣人是以圣人之道统治，现在是以马克思。可能党校，你们理解党性什么意思？考教你的意识形态的端正性，它其实也不是，它就是所谓党性，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那句话，一切行动要听指挥这个。无条件的服从党这个。孔子，公元前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啊。姓孔，名丘，字仲尼啊，字仲尼。孔子死的时候，当年死的时候，3000弟子在此啊为其守墓。他是干净，他是估计跟丐帮帮主没什么区别。因为在过去的时候，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啊，大成平常准备为师啊，所以说相而且拜孔子啊，过去的皇上啊是行朝中最高的高礼，是3拜9叩大礼。3拜9叩是朝中最高的高礼哈，但这块碑啊，在那个文革的时候也被破坏了哈。不过呢，是1984年的时候，人们国家呢曾经拨款重修3口，把它给修复起来的。后面呢还有块小碑，前面这块碑在文革的时候被它伤害过了108块，后人重新用水泥给它补修的。在这个大碑的后面呢有块小的碑，小的碑上面刻的是宣誓。啊，这空地是的，把空地搁在他爹的前面啊，对，应该是做墓的时候就在这。那个国家博物馆，就是说国家新修了，在天安门上最重要的中国最重要的那个政治地理位置上，塑了一个孔子像，放在了国博门口。安碑简碑记74代孙志。但是放出来之后呢，就是中国文化界这整个就是吵得一塌糊涂。还有一些，尤其是左派和右派，就争论的特别厉害。然后在这种抗击不住压力的情况下，那个博物馆又把这个孔子像放了100日之后，又给请回去了。就是下面吗？是夫子洞。对，就是他出生的时候是在洞里出生的吗？对，就是你从这边下去。这里下去对吧？好，谢谢你啊，谢谢。哦，在这里。夫子洞。哦，在这里。在没有正式解决，就是说儒家思想跟我们政治的正统的那个马克思主义之间能够找到一个融合的渠道的时候，估计孔子像是不会再出来了。我估计有个情况就是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和就是历史上就是说或者是说世界上的左派右派，尤其是西方的左派右派，一个很大的不同。
中国的领导人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走出了他们自己的路。他这个路呢，跟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又不同，尤其是跟苏联的那个十分不同。自由民就是右派，基本上是倾向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就是说西方的启蒙思想的这一派。他们渴望的是中国走那个民主发展道路，然后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然后现在有一个中间是保守派，就儒家现在是被归为保守派。我觉得现在这个人生不及左之徒，而皆不择。然后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读一段之后，然后大家讨论。反正北大版它这个照刊的书引的很奇怪的，引一些清代风瓦。然后去了之后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曾老师也问了一下我的情况，他就给我回了一句说，小程，学生们爱学习爱读书，我最高兴了，你来吧。然后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反正这是跟他最初接触的时候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一句话。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大家其实都是席地而坐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人席地而坐了嘛，大家都是已经坐在这种比较高的凳子上。相对那个4/5，那他亲自干嘛去？我当时看到这个地方。他这一段就是以前自己读书读的很少，古文也是疙疙瘩瘩的，然后从经典当中学到了很多以前自己没想到的一些东西。它原来是那么的思想，那么的丰厚，那么的完整，而且体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是那么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和谐。我觉得在现实当中，可以作为一个理想，有时候甚至。可能在学校里面，这种象牙塔里面，大家是会通过这种读书，或者说去背诵一些经典。对于一般的老百姓，特别是中国还有很多这个老百姓，他们只是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那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阅读儒学的经典。他们会用，以前的这种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是孝道。他们告诉你什么是亲亲，什么是爱人，什么是善良。他们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诠释这个儒学，他们是在实践儒学。也许我们更多的是去阅读，但是仅仅阅读是不够的，我们阅读的目的还是要实践。中国人的想法当然是三十而立，儿孙满堂。人家父母亲开始慢慢的老了嘛，然后他们希望的就是你能成家，然后有孩子。那孩子老一辈的看法，孩子越多越好。现在计划生育嘛，只能一个，这样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尽孝，而不是像我这样还在外面这么飘着，是吧？这样就不是尽孝嘛。你今年多大？28，周岁28。但是按中国那个古人的说法，那就是29了，将近30了。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觉得对不起父母。每次回家，我母亲总会跟我谈起这个问题。其实只要就是可能会按那个西方人的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就是那个你只要反正我现在是成人了嘛，你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是吧？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就肯定不是只为你自己生活的，是不是？个人对西方来说，可能更加独立一些，他们可能更加注重自我一点。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献里面，因为我在博士论文中研究一些权力的事情，我发现，虽然我写的是西方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在中国的文献里面很少找到权力这种东西。那么照这样说来，中国的经典中，儒家经典中的一些主流的东西，反而是权力的一个对应的一个东西，它是义务。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互以对方为重。老师，我考虑到你的那个权利，如果说权利的话，你考虑到我的权利，这样的话，它就不是说我有什么权利，而是说我尊重你的什么权利。这箱是里面都是经典，挺重要的，我看看。哦，这都是13经，这里面常用的。好，是吧？歇会儿吧，今天还蛮热的。好。我在没结婚的时候，老是想这样一个个人的问题，觉得这是好像一个个人自我实现啊，自我成功啊。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好像一生好像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我结婚的时候总是想着，哎，我找一个老婆就行了，找一个妻子就行了，我跟她过很甜蜜的生活就行了。但是我会发现，其实在中国的话，至少不可能是这样的。我发现个人不得不处在一个人际关系网里面。哎，辣椒你买了吧？辣椒你上午不是买了吗？哦，包子里面放点醋，然后再放点辣椒。知道啊，这是你一向的要求。我还不记得。哎，你说根据上回那个检查，然后我们娃子现在几个月了，几周了呀？应该是25周或者26周吧。你看他说这个开始会做梦了。他还会做梦？不知道。这怎么研究出来的？对呀，不知道他们怎么研究出来的。他做梦的怎么会知道呢？这个。好，奶奶。哎，爸爸，到我这来。好。哎。哎呀，回来了啊。妈呢？妈呢，在这里啊。妈要帮忙啊？要帮忙。好的。好。好。干嘛的心智建筑师的身体化？但是不是就给一张包包带啊？然后这边说，哎呦，这小孩子动的嘞。那这里呢，这里有一大呢。
这里的，那么这里本地过来。本地过来的。啊。我那3人哪个呢？3人啊，那份人有几本去掉，有地方人办。哦。啊。那个就够了，到了。你就这里了，然后用这里玩的是啥么的？人们的生活在瞬息万变，可以说，经过现代化的这个涤荡的话，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已经变化了。这是我们那边的河。所以，你像我为什么，包括我为什么在这个手机里面都存一些我们村子的照片，是一个有山有水、有树，还有很安静的一个村庄。其他的也没有很特别的了。丰衣足食吗？那当然，那当然。那个我父母那一代，他们赶上那个不丰衣足食的时候，一直到我出生，我80年代出生的嘛，就已经是丰衣足食了。对。从一开始的时候，它还是一条土路，就是那个每天一走就是尘土飞扬，然后一下雨就走不动。但是随着这10多年，它越来越宽，越来越宽。现在那个我们村前那条路，连那个绿化带的话都70、80米了。当然，这个进程发生的那个初期的时候，我觉得是会让人很兴奋的。你像我小的时候，我们村子里面就是有第一台电视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大概到90年，我们村子才有第一个电视，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很兴奋。然后那一个电视的话，很多人都在看，一直到这个10多年之后，每家每户都有电视，然后汽车也很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就是非常嘈杂了，然后大家就不太会享受这个过程，而是说，就是说这些东西它反而会成了一个乡村中就是引起人与人之间比较，是不是？引起一些嫉妒，还有那些说闲话，这些东西了。你吧，2毛你打了？不费劲，你打了，我都能打了。好，晓得。啊，你打。小2毛你打了？你打。我一会儿就好了。你打，不晓得打。你不懂啊，要打了。你一个人啊，这样也。费劲，也不输着了。费劲，也不输着。不晓得打。你打。不，我不打。你打。你打，你放下来啊。不费劲，我在我当里就是，锻炼身体啊，这样说你。你譬如说中国强调孝，大家都觉得很不好，好像是一个父权。是一个专制的源泉，但是在中国的经典当中，它确实还是强调父慈然后子孝，它是相互对待的，不是说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从文化上来说的话，西方可能更加注重权力一点，
西方特别要求什么自然权利啊、人权啊之类的，他们提的很多。如果老是强调自己的权利的话，有一种欲望的张扬的味道。在西方的这个文化里面，它有一种过于强调欲望的方面，而没有强调理性的。你现在都30岁了，对吧？那么要工作来了，那你准备哪还呀？我们生活待在上海了，现在这里一个老头也不可能就说给急着就是做地里生活，是吧？农民出生住在农村里的人都不种田了。无论时代知道都死了，我的关心都已经了。你现在为了好这个现实情况是噶，确实是噶，应该是噶。你读书呢不可能回来的。搿为工作嘛叫随便的，对不啦？随便在屋里工作，叫他能够平平安安就好了。无论比较啥都那妈妈啥讲，小人在话钞票钱多少不得下，太少能够生活过了，那不来个，搿是不可能的事体的啦。生活一定要过自家过得了，这搿点点呢，基本的条件要哎。你讲呢？我晓得。你讲对了。我得争取。对不啦？读书人来讲要考虑到整个账户。你讲呢？你嘛书嘛也读了少多了。你你讲按照那个叫做想法是乌拉好在农村学这个之类。好像不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二哥啊。我觉得西方整个文明的话，会很强调这个商业，还有说是制造工具，就像那个《理想国》里面讨论到那个工具的问题。但是在中国文明里面，基本上不会讨论这些问题，更多的就是说和工具相对应的概念，在中国文明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礼器。就是你在一个行礼的过程中，你该穿什么衣服，然后该用几个鼎，是吧？该拿什么样的玉，与人交流的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该怎么说话，该吟哪一首诗。我觉得中国古代思想里面更多是讨论这个问题。而西方的古代思想里面，更多是直接在讨论一些这个社会该怎么架构，但是这个架构呢，又是非常冷冰冰的。如果要用一个比较感性的词，就是非常冷冰冰的在架构一个社会。第二个更彻底，儒家怎么讲？要是我根本就不管受的什么报，这个受的什么好报还是恶报，不亦复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孔子说的，他就这么一句话把它讲清楚了。他说我要做的事情不是追这个报，追心安理得，追良心安稳。但是这是只是在民间，在老百姓那里啊，这是在老百姓那里，在知识分子或者像你们这样的这个高材生这里讲这些东西，大家会报以一笑或者摇摇头，觉得这个跟你们的理智、常识不符。你们对这些观点的看法和色拉逊马库斯对苏格拉底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你们想想刚才那个
我说了儒家跟佛家的这个解释，你们的反应，第一反应就是斯拉西马夫斯对苏格拉底的反应，幼稚，不通，理性不通，没受过教育。那么接下来就要问你们这个，那伦理怎么办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这个很多人就被刺激的去说，那这个伦理学得更新啊，今天的伦理学弄得呢这个很精致是吧？有什么原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这么多伦理学啊，伦理学之多和伦理之少形成鲜明的对照啊。啊，然后我们刚才把这个讲清楚了，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下一节课我们来看苏格拉底怎么应对这个危机。你们读过康德，就是知道康德这个里面充斥着这个Vorstellung就海德格尔在他的康德这个斯拉什马克思的这个正义观，很可能在历史上就没有经过这个一个苏格拉底的驳斥，一直流传到现在的这个国际关系里面。好了，我们回到这个可以对应于这个香是叫什么香呢？这个金榜题名香。我不是要金榜题名，我只是表示对孔圣人的尊敬。对，可以。转过来一下。对。好了，可以了。学生是吗？你是？我是博士生。来中间请。站中间，双手举高。虔诚的弯腰拜3拜，一拜心想事成。再拜万事如意。3拜阖家平安。好，可以了，把你的香插到里面。小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儒者却是要先从格物致知最底层修身开始的。儒者要先把自己成为一个君子，就是说在品行上修身，然后再外扩，一层层外扩。然后到我个人修身之后，要把我的家要齐家，就是要让我的家庭治理的井井有条，符合这套道德礼仪。然后呢，家治理好了，你才能去治理国家。
国家就是这样，国家你治理好了，这个天下才能会被平治，它是一层层往外推的。我觉得就是中国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实在是太大了，由于各种就是说信息渠道的太畅通，每个人都试图在就是表现彰显自己。因为你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一个很偏狭的视角，你就只知道你分内的事情。但是你如果待在书斋，你可能从书本上了解，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而后辞于病，随修藏事。所以我觉得反倒不是说待在书斋里是呆子，就说不是待在书斋里是一个就说没法跟上时代的人，反而是我觉得你如果就说我出了那个校门，到了世界，到了外面，我才会觉得可能没法了解世界的全貌，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没法形容的快了。Thank you for watching. For more on this subject, take a look at the playlist. You can also watch this recommended video.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we'll keep you updated on our documentaries.